自从在庆功宴上卷发妹差点没忍住暴露自己的感情后，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太深，只要听到说聪明哥来了，立马采用各种方式回避。少爷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，哎呦，公仔你回来了。这天和女主正在看歌剧的聪明哥，满脑袋都在思考卷发妹这段时间的反常举动。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聪明哥，难道怎么了，周小姐？魏环好漂亮。果然想象力丰富的人脑洞不是一般的大。回家路上的聪明哥好巧不巧碰到了不行的卷发妹，于是不在同一频道的两人相约今后要相互保持距离。卷发妹强忍心痛，眼睛饱含泪水，就这样互相误会的两人关系降到了冰点。这天卷发妹在得知聪明哥和漂亮姐将要公开恋爱关系的消息，没想到两人结婚后自己可能会成为聪明哥的困扰，卷发妹萌生了离开的想法。这天卷发妹主动来到公司找聪明哥，电梯里卷发妹遇到了一位黑衣大叔，黑衣大叔一直在电话里讲解自己的杀人过程，吓得卷发妹握紧了手中的武器，出来后连滚带爬跑到聪明哥办公室，告知酒店来了一位杀手。于是如果对方拿着枪那怎么办？那边没问题吧？没有任何异常。行动！果然相配的两人脑洞都一样大。电梯里的黑衣大叔原来是韩国著名导演，赔礼道歉后，卷发妹尴尬一笑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两人关系得到缓和。到家门口后，卷发妹主动找聪明哥，说起了爷爷现在身体已经痊愈，自己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。聪明哥回应道，要走也等找到他爸爸再走。担心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卷发妹强装镇定撒谎说，他爸爸已经和他联系上了，并且为他在日本已经找好了工作。找爸爸就行了。这天接到警局电话的卷发妹匆忙赶到，原来是父亲误伤人被起诉拘押。这时卷发妹才知道，在逃父亲一直没有逃去日本，赌完机票钱的他一直在首尔流浪。看到被关起来的父亲，卷发妹既着急又心痛，没办法只能找到起诉人请求和解。然而这个长得如此对不起大众的大叔十分嚣张跋扈，丝毫不松口，羞辱卷发妹陪酒唱歌，还将她赶了出去。拜托你和解吧。我的脸像是为和解的脸吗？啊！出去！等他吃饱喝足出来后，他喊话让卷发妹第二天带500万来和解。无奈卷发妹只好先回家筹钱，然而加上全部家当的他也才200万，想到卖掉生日家人们送的礼物，不行，这是他们家真的外孙女的。走投无路的卷发妹只好找到了解她假孙女身份的帅气男寻求帮助。一直以来在得知卷发妹喜欢聪明哥后，帅气男也一直在压抑自己对卷发妹的感情，然而卷发妹对此却是一无所知。此时见他欲言又止，帅气男问出了他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，是什么原因让他答应做假孙女。卷发妹回应道是因为钱，然而还没来得及往后解释，不了解全貌的帅气男此时内心极为复杂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暗讽到卷发妹是拜金女。听出弦外之音的卷发妹此刻被这一盆凉水浇得透心凉，转身黯然离开。被逼无奈的卷发妹只好用礼物拿去典当，将父亲赎回后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，果然还得是我们有仇必报的卷发妹。又是一场大雪，想起下大雪是卷发妹生日的聪明哥主动给卷发妹买了生日礼物，到家后提醒卷发妹下雪了，穿漂亮一点，一会儿出来聊一聊。再次返回来接卷发妹的聪明哥眼见为人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电话响起。喂，是爸爸，我跟你说，就买上次那个炸鸡。聪明哥脸色瞬间由阴转晴，出来的卷发妹看见聪明哥脸色不对，立刻反应过来，解释说礼物暂时放在了别处。然而知道了卷发妹父亲原来一直在首尔，感受到欺骗的聪明哥此时愤怒无比，他误会卷发妹是想要再捞一笔的一个计谋。然而此时的卷发妹有口难辩，没有选择去解释，而是想就此离开聪明哥，于是独自离开。然而第二天看到卷发妹从未如此伤心的父亲，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打算离开首尔回去到日本，留下钱让卷发妹赎回礼物。看到字条的卷发妹再也忍不住多日以来受到的委屈，哭着跑去港口寻找他的父亲。另一边，聪明哥从一直调查真孙女的秘书那里得知，卷发妹典当生日礼物是为了赎回牢中的父亲。了解真相后，立即赶去了码头寻找。老爸，我找不到他。送
卷发妹回家的路上，卷发妹表示暂时不想回去，于是独自一人来到酒吧买醉，但被一旁帅气男的好友认出，听说卷发妹一个人，于是赶来了他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你就这么喜欢宫菜啊？一开始我没有喜欢他，想不到他对我又像亲妹妹一样。我说过你会受伤。嘘，我太喜欢雪宫菜先生了，没办法当他的表妹。看到如此的卷发妹，帅气男再次强忍自己内心的心痛，通知聪明哥将他带走。然而中途醒来的卷发妹看到下起了大雪，不顾正在结账的聪明哥，一人跑了出去。看到圣诞树上的星星，爬上去正想要摘下来。周有礼，危险！送给你好不好？看着醉得不省人事的卷发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快一点！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是将卷发妹带回了车上。我对不起你，所以这次放过你。此时不知所措的聪明哥决定先去给卷发妹买解酒药，然而卷发妹此时一个抬手将车从内锁上。好，喝多了。是。待聪明哥回来后，周有礼，快点开门！周有礼，你快正当开门！聪明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时，看到卷发妹自己开了车门出来，就开始狂吐。周有礼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此时路过的卷发妹朋友刚好将两人认出来，于是3人一起回到了朋友家中。得知朋友姐姐不在家，晚上只有他们2人时，聪明哥果断留下。就这样，2人在剪发椅上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面对什么都不记得的卷发妹的无端指责，聪明哥气到原地爆炸。公交车上回想起昨夜断断续续片段的卷发妹，被自己尴尬到脚趾快抠出50一听。在接到帅气男电话后，立马赶去询问自己断片以后的事情，得知是聪明哥将她带回，并且因为照顾自己患上了重感冒后，内心愧疚的卷发妹决定要照顾她直到康复了再走。这天在得知聪明哥已经痊愈，卷发妹知道是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，于是约聪明哥晚上见一面。然而此时查过天气，知道今天会下雨的聪明哥随身还悄悄带上了礼物，准备晚上将礼物送给卷发妹。然而快到约定时间的时候，漂亮姐突然造访，让聪明哥陪她吃晚饭。被告知已经和卷发妹有约后，不当自己是外人的漂亮姐立马表示要一起。聪明哥看了看外面，感觉今天大概不会下雪，于是同意了漂亮姐一起前往。吃饭间看见2人旁若无人的相处，漂亮姐再次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。回家的路上终于下起了大雪，聪明哥终于将准备已久的礼物送了出去。尽管礼物让人爱不释手，卷发妹还是向聪明哥说出了自己想要离开的意愿。聪明哥不知如何挽留，于是气氛沉默了下来。2人到家后，无计可施的聪明哥提出再坚持3个月，就把济州岛的别墅给他。被狠狠拿捏住的卷发妹面对这种换谁心动的诱惑，心中再一次产生了动摇。